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某天你身边的朋友忽然满脸神秘地告诉你，他参加了一个心灵课程，回来后感觉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他兴奋地说自己觉醒了，整天念叨着要连接宇宙能量，活出真实的自我，甚至劝你也赶紧去试试。不明就里的你一头雾水，这是交了钱上课，还是被什么洗脑组织盯上了？如今类似的情景并不罕见，在快节奏高压力的都市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报名各种号称能改变人生的心灵成长班，这些课程究竟是什么来头？真能让人脱胎换骨、烦恼顿消吗？还是说他们只是精心包装的心理安慰剂，甚至是披着灵性外衣的骗局？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轻松但认真地聊聊这个话题，人需不需要心灵课程？我会用诙谐的笔调带大家探讨心灵课程的概念、起源、对现代人的影响，以及支持者与批评者的观点。最后我们一起来想想，这样的课程到底有没有必要？如果人生卡关，有没有别的更靠谱的解决之道？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揭开心灵课程的神秘面纱，一探究竟。所谓心灵课程，有时也叫身心灵课程或灵修课程。简单来说，它是一类宣称能够提升心灵、开发潜能、疗愈心理创伤的培训班。形式上通常是封闭式的团体培训，一群人聚在一起上课，从几小时的讲座到持续几天的工作坊都有。课程内容五花八门，可能包含心理学理论、冥想练习、情感宣泄活动，甚至掺杂哲学、宗教、神秘学元素，打着心理成长旗号，但实际上是心理学与伪科学的大杂烩。这些课往往由自称导师的人引导，他在课堂上拥有极高的权威。课程可能会要求学员做出一些平日里少见的举动，比如静坐冥想、回忆童年创伤、当众分享私密经历，又或者互相拥抱、大喊口号、集体舞蹈等等。听起来有点玄乎，对吧？有记者亲身体验过一堂所谓生命数字密码的课，老师先让大家搓一搓精油，闭眼想象粉红色的光围绕自己，感觉世界充满爱。接着，这位老师通过每个人的生日号码来点评性格和运势，比如你的数字是1，说明你有一技之长，是当老板的料；你的数字是3，三象耳朵，代表你耳根子软，而且你超爱接吻哦。诸如此类的桥段，在一些心灵课程上时有发生，让人哭笑不得。心灵课程的类型也有区别，有的偏重于给人打鸡血，让学员当场热血沸腾、信心爆棚；还有的主打静心疗愈，强调自我沉淀、内在平和。前者像极了一场激励大会，后者更像一次身心放松的冥想营。但无论是哪一种，此类课程通常价格不菲，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一场，都很常见。某些机构会设计分级课程，基础班、进阶班、导师班，层层加码，每阶段收费节节攀高。有的身心灵机构一门课收费高达10万人民币，号称能让人蜕变重生，却公然在课堂鼓吹婚外性、换妻等荒唐行为，最终被政府查封。由此可见，在巨大商机的诱惑下，形形色色的心灵课程良莠不齐，有些已经走向畸形的极端。总的来说，心灵课程宣称的卖点是提升自我、疗愈心灵、突破自我局限等等，听上去相当诱人。毕竟谁不想更自信、更快乐，把生活过得有意义呢？但是这些课程真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它们从哪儿来的，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今天铺天盖地的心灵鸡汤、灵修课程，其实并不是现代社会凭空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它背后有一条可以追溯几十年的心灵成长产业链。不少资料显示，现代心灵课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兴起了所谓新人类潜能运动，或称新时代运动，一时间各种探索自我、启迪心灵的理念层出不穷。1960年代，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埃弗里特的教授创立了一门课程，叫做心灵动力，被视作此类培训的开山之作。这门课号称运用意识的力量开发人的潜能，很快引发关注。在随后岁月里，
心灵动力课程催生出许多变种和模仿者，比如1970年代美国的生命全源和大名鼎鼎的埃斯特训练，以及后来在日本和香港出现的生命动力等。这些课程内容虽然换了马甲，本质上却是换汤不换药，都是通过高强度的团体活动和心理技巧来促使学员产生某种顿悟或情绪释放。当年的课程甚至吸引了不少精英人士参与。据记载，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位院长 Philip Lee 就曾参加过这类课程。他被要求回溯童年经历，在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常年背痛竟和父亲有关，据说从此背痛痊愈。这位教授一开始觉得课程真有点东西，但冷静下来后也坦言，我发现人其实很容易受骗上当。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特定环境下也可能对心灵课程深信不疑。随着新纪元思潮在西方传播，不少理念借由心理学语言包装，开始自成体系。例如，大型团体觉醒培训这个术语，就是心理学家给当时风行的此类心灵研讨会起的名字。这些培训动辄几十上百人一起上课，在美国一度非常流行。上文提到的 EST 培训在鼎盛时期，号称有成千上万人参加，而上世纪80年代起，亚洲也开始引进这些概念。1980年代，身心灵理念率先在台湾兴起，之后逐渐传入大陆。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社会转型，不少都市人感到精神空虚，对自我提升和灵性追求产生了巨大需求。一些国际知名的灵性导师也纷纷来到中国开课，视这里为一片有利可图的沃土。大约从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心灵课程在中国悄然流行起来。最初可能是打着神经语言程式学培训、潜能开发或领导力课程的旗号，随后各种身心灵工作坊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课程一开始多在一线城市的高收入人群中传播。比如有报道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广告公司主管，他从几年前偶然接触心灵课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上遍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课程，从 NLP 到萨提亚家庭治疗，花费累计约20万元。但在他看来，这钱花得值，每次上课都像做了一次心灵 SPA， 让他的内心感到愉悦和放松。可见对于腰包宽裕的人来说，心灵成长课甚至被当作一种提升自我感受的奢侈消费。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它当高价爱好，更多参加心灵课程的人，内心是带着强烈诉求和期望来的。他们也许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情感的创伤，或仅仅是感到迷茫空虚，希望通过这种课程寻找方向感和意义感。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鸾就指出，身心灵课程在当今社会受追捧，和很多人内心信仰缺失、精神世界空虚有很大关系。在快速变化的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支撑减弱，许多人渴望新的精神寄托，这给了宣传神秘能量、灵性提升的理念以巨大的市场。一句话，有需求就有供给，心灵课程的大潮就是这样被推起来的。总结来说，现代人热衷心灵课程，离不开以下几个原因：压力山大，寻求解脱。现实生活中竞争激烈，工作和生活压力巨大，很多人长期处于焦虑紧绷状态，他们渴望一种途径来释放压力，疗愈身心。而心灵课程往往宣称能带来内心平静与力量，正好投合了这部分人的心理需求。有学员形容现代生活急功近利，物质攀比，每个人都背负沉重压力，而心灵课程让他学会宁静，与自己对话，重新平衡了生活。对这类人而言，心灵课程像是一场心灵度假，暂时逃离现实琐碎，在氛围温馨的课堂中释放情绪，补充能量。快速变好的诱惑，相比于漫长的自我探索或心理治疗，心灵课程常常打出快速改变的旗号，吸引学员。很多课程在宣传中明示或暗示，只要短短几天培训就能帮助你实现蜕变，例如提高人际影响力、治愈心理创伤、激发财富潜能等等。这种听起来近乎魔法的承诺极具诱惑力。正如研究者发现的那样，来上课的人往往都是带着问题来的，
因为课程许诺的立竿见影效果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来个华丽大转身呢？特别是当你正在经历婚姻冲突、职业瓶颈、人际困扰时，如果有人告诉你包你好了，很难不心动。然而我们都清楚，真正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承诺，往往只会出现在电线杆小广告上。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细谈。亲友同柴的影响，心灵课程在扩张时常用到学员推荐模式，也就是说，课程办完后会鼓励现有学员去邀请朋友、家人来体验。据报道，有的课程甚至把这作为任务布置给学员，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把爱分享给亲友，结果就是很多人是被熟人拉去听课的。当你身边亲近的人热情邀请，并现身说法，这课真让我变了个人，你可能会出于信任或好奇而去参加。一传十，十传百，口碑相传使这些课程越滚越大。更有甚者，有的机构干脆采取多层级的会员制度，交钱越多，等级越高，可以发展的下限也越多。这种带有传销性质的运作，让不知情的人更容易在亲友的劝说下一步步卷入其中。权威光环与圈子，不得不说，很多心灵课程善于营造一种权威感和精英感。导师往往自我包装成经验丰富的心灵大师、心理导师，动辄列出一串头衔和国外背景，给学员一种他很专业的印象。课程的价格定得很高，反而让一些人觉得物以稀为贵，上这么贵的课一定非同凡响。此外，课堂上你会接触到许多同样来寻求提升的同学，其中不乏成功人士。有人戏称这些收费昂贵的心灵成长班成了一种精英社交圈的门票，花钱不仅买成长，还买人脉。比如有报道提到某些速成培训，学费高达数万元，据称交了钱就能打入精英圈子，对于渴望扩展社交、获取资源的人来说，这也是一重诱因。总之，现代人参与心灵课程，既有内在的精神诉求，也有外在的社会诱因。简单概括，就是心中有困惑，耳边有蛊惑，一边是内心真的想改变，一边是课程鼓吹天花乱坠，在双重驱动下，越来越多人走进了心灵课堂的门。那么，这些课到底效果如何呢？真像广告里说的那样，改变一生吗？下面我们分别看看支持者和质疑者是怎么说的。先来说说支持者的观点。对于那些亲身参与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员来说，心灵课程带给他们的改变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常见的反馈有情绪释放、轻装上阵。不少人在课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情绪宣泄，可能是痛哭流涕的释放压抑多年的委屈，或是大声喊叫、尽情舞动，把平日累积的紧张情绪抛诸脑后。课程结束时，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好像卸下心理包袱。这种宣泄后的快感，正如俗话所说，痛痛快快哭一场，让人精神一振。学员们把这种体验视为一种治愈，觉得自己终于放下了过去。自信心和动力提升，很多课程会设计一些挑战自我的环节，鼓励学员走出舒适区，例如当众演讲、和陌生人拥抱、发表内心独白等等。完成这些挑战后，学员往往会获得极大的信心提升，连这么难为情的事我都做到了，还有什么不敢？有些人原本性格内向，通过课程练习开始敢于表达自己，变得更加外向开朗。这种突破自我的成就感，让他们相信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有更积极的改变。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辞职卖货的女士，过去很羞怯，上完课后居然可以在一群大男人面前推销女性用品，自称蜕变巨大。尽管她的朋友们并不认同这种变化。心态转变与灵性体验，心灵课程常常传授一些人生哲理或心态调整的方法，比如活在当下、自我接纳、爱与宽恕等等。有些学员在导师的引导下，对自己的人生困境产生了新的领悟。例如，有人突然意识到需要放下对过去的怨恨，去原谅他人；有人领悟到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不再一味抱怨环境。这类课程有时会让学员产生一种灵光一现的感觉，仿佛一瞬间想通了以前想不通的问题。这种内心的触动对学员来说非常珍贵，仿佛真的是一次精神觉醒。一些导师喜欢用神秘的语言包装这种体验，称之为意识提升或灵魂蜕变。
学员们也深以为然。毕竟亲身经历的情感冲击带来的心态变化，会让人坚信我真的不同了。社交连结与支持，参加心灵课程的还有一个副产品，结识一群有共同追求的新朋友。在强烈的集体经历之后，学员彼此常常产生深厚的连结，一起哭过、笑过、袒露心声的人，很容易建立起团体归属感和亲近感。课程结束后，不少人会加入同学微信群、朋友圈，持续分享生活中的改变和收获。这种同侪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学员对课程效果的肯定，大家互相打气，分享捷报，好像真有用不完的积极能量。有人把这种感觉形容为找到了组织，仿佛终于有一群人懂自己，支持自己。在孤独的都市生活中，这无疑是巨大的心理安慰。以上这些都是支持者眼中的积极改变。从主观感受上看，他们确实觉得课程帮到了自己，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了。许多人在课后迫不及待地把这种喜悦分享给亲友，认为物有所值，甚至表示早几年上课就好了。然而，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同样非常响亮。很多心理学家、媒体人乃至一些冷静下来的前学员，对于心灵课程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这些改变到底有多少是真实而持久的？会不会只是当下被鼓动起来的一种幻觉？甚至更严重的，这些课程会不会对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先说改变是否持久，支持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直观感受，认定我变好了，但科学的评估却没那么乐观。由于心灵课程缺乏统一标准，要严格对照研究并不容易。不过，还是有学者尝试过。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此类觉醒培训对学员长期行为的积极影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研究者跟踪调查了 EST 训练营的参与者，结果发现培训前后学员的变化并不显著，很多宣称的收获难以量化。而且研究者还提醒，某些人格特质的人不宜参加这种课程，比如本身有边缘型人格倾向或高度神经质的人，因为培训可能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简而言之，心灵课程并不像广告吹嘘的那样保证有效，相反，大部分学员在课程激情消退后，生活该怎样还怎样，并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那些短暂的兴奋和感动，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打鸡血效应，当下很亢奋，过后未必有持续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心灵课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临床心理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有精神科医生研究生命全员课程后发现，学员体验到的那种幸福感提升，其实是一种病态反应。培训通过一系列手段，系统地削弱了学员的自我功能，鼓励他们退化到一种幼稚的依赖状态，丧失独立思考和现实判断能力。这些学员感觉很幸福，但那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盲目乐观。更有研究报告指出，一小部分参加过生命全员课程的人出现了明显的应激反应，例如短暂的神经症发作，而且临床证据直接关联到培训本身。换言之，心灵课程不仅可能无效，反而可能诱发心理危机。在1970年代，学者就曾报告过，参加 EST 培训的学员中，有人因为精神症状爆发而入院治疗。可想而知，如果本身有抑郁、焦虑等心理脆弱的人贸然投入这类高强度体验，后果可能相当严重。除了学术研究，一些媒体调查和亲历者的揭露更是让人对心灵课程的真相不寒而栗。比如有记者卧底某身心灵成长班，就目睹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场景。在一个环节里，一名学员被安排站在中间，组内其他成员轮流对其大声斥责辱骂，不堪重负的学员被骂到崩溃痛哭。据说这样的打击疗法是为了让学员面对自己的弱点，但过程之激烈近乎心理虐待。还有学员反映，课程中充斥大量晦涩的心理学词汇和奇异的活动，可导师本人其实并没有任何心理学资质。结果部分学员在课程过程中乃至结束后出现精神崩溃，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试想一下，原本是想疗愈心灵，结果弄得精神更糟，这真是南辕北辙的讽刺。难怪有心理咨询师把这些不正规课程称为精神手术，
随意撕开学员的心理伤口，却不负责的缝合，最后可能造成手术很成功，病人却死了的悲剧。正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是绝不会这样粗暴地撕裂来访者防御的，因为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更让人担忧的是，有些心灵课程简直跟邪教和传销如出一辙。比如前面提到的创造丰盛机构，它以灵性提升为名敛财，设置多级会员制，收费从普通学员5万元一路飙升到培训师300万元，中心负责人800万元，短时间内收入超过10亿元。而其内部所谓课程充斥着别问信就可以的洗脑话术，鼓吹只要交钱参加就能财运亨通，情感顺利。不少学员被弄得倾家荡产，家庭失和，甚至所谓导师还怂恿学员做出违背伦理的行为，以证明自己打破了世俗束缚。这些荒唐行径最终东窗事发，该机构被以涉嫌精神传销查处取缔。这类事件表明，一些打着心灵成长旗号的组织，实际上就是在进行金字塔骗局和邪教式洗脑，披着心理课程的外衣，行诈骗牟利之实。即便没有走到违法邪教那一步，许多心灵课程也存在夸大宣传、误导受众的问题。他们常用一些模棱两可却诱人的概念，让人误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例如，把课程包装成获取宇宙智慧的密钥，让人产生错觉，不上这课就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课堂上，导师往往被打造的不容置疑，任何学员提出质疑都会被淡化，甚至嘲笑为不够敞开，没有领悟。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这种氛围下，学员慢慢被引导为所有精力赋予课程那一套解释，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日益削弱，结果就是培训进行过程中，学员越来越依赖导师来解释现实，原本具备的理性判断被搁置，一切以导师的理念为准。这和邪教控制人心的手法如出一辙，树立绝对权威，压制质疑。试想，在正常生活里，我们遇到问题会多方思考求证，可在这个小圈子里，导师的声音变成了唯一真理。这种环境实在非常危险。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正规的心理咨询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如果你发现哪个课程一味神化某个人，要大家无条件服从，那多半就是陷阱，赶紧远离。另外一个广受诟病的现象是，这些课程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往往简单粗暴，非黑即白。比如，有课程会要求学员做所谓信任练习，对视几秒就必须判断我信任你或我不信任你。如果有人提出现实不是非黑即白，信任需要过程，导师可能会立刻打断，你能不能先不想这些，接受不知道信任意味着什么的可能。随后让学员坐下，其他人鼓掌。通过这种话术 PUA， 导师巧妙地把提出正常疑问的人给糊弄住，还让他觉得自己错了。久而久之，学员被训练成不再思考灰色空间，只按导师给的框架回答。这就是典型的思维控制手段，让人放弃独立思考，用情绪和服从来代替理性分析。可以看到，质疑者们揭示出了心灵课程中不少令人警惕的陷阱，从心理伤害、经济诈骗到精神控制、价值观扭曲。不少专家已经直言不讳地把某些心灵课程称为精神传销、伪科学洗脑，提醒大众务必提高警惕。甚至有邪教问题研究权威指出，这类觉醒培训通常持续数日，在过程中使用了强制说服的技术，其改变人思想的手段和邪教非常相似。当我们听到这里，再回想那些所谓脱胎换骨的学员故事，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他们是真的获得了积极改变，还是被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游戏给一时洗脑了呢？许多学员课程结束后觉得三观尽毁，像重生一样，激动地宣称自己的家庭关系都随之改善。这些体验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集体催眠式的幻觉，而未必是可持续的真实改变。正如有评论所言，积极的改变如果建立在病态心理基础上，那就不是真正的积极。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小结一下心灵课程效果的两面性。短期主观感受，许多参加者在课程期间和刚结束时确实报告了强烈的积极感受，这种主观体验的提升是真实的，不是捏造出来的。但需要注意，它可能主要来自于情绪渲染和群体氛围。
类似于参加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唱会或者宗教篝火会后的亢奋，而且这种状态往往是暂时的。长期客观改变，从研究和大量案例来看，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会因为几天课程发生根本逆转，真正长期坚持下来的积极改变少之又少。相反，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度沉迷此类课程而忽视了现实问题的务实解决，甚至造成财务和人际损失，例如沉迷报课欠债、与未参加课程的朋友、家人疏远等等。潜在风险对于心理承受力弱或有精神疾患倾向的人，这类课程的激烈方式可能诱发心理危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风险点。另外，一些不良机构的骗财和控制手段可能对个人造成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过度投入这些课程也可能让人养成逃避现实、迷信万能灵药的心态，把精力和金钱耗费在一个又一个灵修上，却没有真正面对自身问题。因此，我们在看到心灵课程那些光鲜承诺时，理应保持几分警醒和怀疑。正如前文提及的那2位科学家早在1983年的研究中总结的那样，这些课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巧妙地迎合并挑动了人的某些心理需求，比如渴望掌控和奇迹般变好的愿望。课程强调情感，排斥理性，鼓吹神奇观念，结果是，如果你缺乏一个成熟的价值观做支撑，就很难平衡课程激发的飙升期望和现实的落差，长期来看难有真正进步，甚至可能受到伤害。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说到这里，答案似乎呼之欲出了，心灵课程并非一条靠谱的人生捷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心灵课程？事情也未必如此绝对。让我们再往下看。当我们问人需不需要心灵课程，其实背后有更深一层的问题。人在精神成长方面需要什么？心灵课程不过是众多可能的途径之一。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人们寻求心灵充实和自我提升的方式有很多，宗教信仰、哲学思辨、艺术创作、科学探索、心理咨询，甚至简单的生活磨练等等。心灵课程只是现代商品化社会诞生的一种速成选项。那么，它是必需品吗？显然不是。没有心灵课程，人类依然可以成长和蜕变。我们的祖辈并没有这些新潮课程，不也一样摸索出了人生智慧吗？不过，从支持者的经历看，心灵课程确实满足了一些人在特定阶段的心理需求，比如倾诉、陪伴、情感发泄和鼓励。因此，与其问需不需要课程，不如问那些需求有没有更健康、更可靠的满足方式。先来梳理一下，人们参加心灵课程最主要希望满足的，无非是以下几个需求：治愈内心伤痛，找到生活方向，增强自信动力，获得情感支持，提升精神层次。这些听起来很大，但拆开看，每一项其实都有其他途径可以实现，而且往往效果更持久扎实。也就是说，心灵课程并不是成就这些目标的唯一解。事实上，许多心理专家和过来人都指出，心灵成长没有捷径，与其指望几天的密集课程把自己变成全新的人，不如踏踏实实地通过日常的努力来进步。这就好比身体健康靠长期锻炼和均衡饮食，而不是靠短期猛吃保健品。精神成长也是类似的道理。另外，心灵课程本身良莠不齐，没有行业监管，你很难判断哪一个真的有效或安全。正如有业内人士所说，目前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却缺乏相应的监管和规范，导致各路人马都来圈钱，很多课程的品质和道德水准令人担忧。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火眼金睛，贸然投入一个心灵课程，很可能变成交智商税。与其冒这种险，不如选择更可信的方法。当然，我们也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觉得凡是心灵相关的东西都是骗人。实际上，自我探索和灵性追求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方式是否科学、安全。前面我们也引用了专家的观点，身心灵市场中也有一些积极光明的内容，比如帮助人活在当下，学会自我关照。这些理念本身并非一无是处。有些课程如果是由专业人士设计，侧重合理的心理教育，
可能也能给人带来一定启发。但问题在于，这类优质课程在泥沙俱下的市场中并不多见，而且真正有效的部分通常并不神秘，往往是已有的心理学技术或哲学智慧，只是换个包装呈现而已。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直接采用那些经过验证的途径，而要绕一圈去报不靠谱的班呢？因此，对于需不需要心灵课程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人生唯一的救赎和改变途径，那完全没必要。但如果你心态成熟，辨别力强，把它当作增长见闻的一种体验，也未尝不可。打个比方，心灵课程就像一场刺激新奇的旅程，你可以去看看，但别指望旅途回来你就从此脱胎换骨。真正能决定你人生走向的，还是旅途中的你自己。正如那位心理咨询师所提醒的，不要指望有哪位圣人导师出现拯救你，每个人都需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过度膜拜导师只会让你走上歧途。如果感觉身心疲惫，陷入迷茫，不靠心灵课程，我们还能怎么做？这里提供几个替代思路，帮助大家在不借助这类速成班的情况下，也能推进自己的心灵成长。寻求正规心理咨询或治疗。当你有心理创伤、情绪困扰时，与其指望速成课程，不如考虑找一位持证的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专业咨询讲求伦理和科学，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循序引导，虽然见效需要时间，但安全可靠。咨询师会和你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共同面对问题，而不会像某些导师那样居高临下打击你。很多人在咨询中逐步建立起自我觉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成长比起几天的狂喜更真实、长久。阅读优质书籍和自学，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心理学、哲学、灵性的优秀书籍和课程视频，例如前文提到的台湾作家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就曾风靡一时。这些资料经过沉淀，往往包含发人深省的洞见。通过阅读和思考，我们可以自行摸索很多道理。虽然缺少了集体课程的沉浸感，但优点是可控性强，你可以自行判断吸收哪些观念，保持理性，不会被团体情绪裹挟，而且书籍的花费远低于昂贵培训，性价比很高。实践正念冥想与运动，很多心灵课程里的冥想放松环节，其实完全可以自己练习，或通过正统渠道学习。如今有不少手机应用、线上课程教授正念冥想，引导你关注当下，缓解压力。这些练习不涉及任何崇拜和玄学，效果却相当不错。另外，规律运动，比如瑜伽、太极、跑步等，对心理健康的益处早有科学证明。当你坚持锻炼、静心冥想，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情绪稳定性和专注力逐渐提高。这种自我修炼其实就是身体力行的心灵成长，而且没有副作用。寻找支持性社群，如果缺乏倾诉和支持，不一定非要去心灵班找组织，你可以尝试加入一些健康的社群，例如读书会、志愿者团队、兴趣小组或者宗教团体。在这些社群中，你能够结识新朋友，通过共同的活动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重要的是，这些社群通常没有商业目的，也不会对你洗脑灌输什么，而是在真实的互动中给你支持。例如，参加公益志愿服务，既能帮助他人，又会让自己感受到价值和连接，这种满足感可不是几句心灵鸡汤能比的。培养批判性思维，这一点听上去抽象，却是预防受骗上当的根本。多学习一些基础的心理学常识，了解人的认知陷阱，比如暗示效应、从众心理、权威效应等等。当你对这些有了了解，在遇到有人鼓吹几天改变命运时，脑中自然会亮起警报灯，不会轻易被情绪牵着走。平时也可以多和不同观点的人交流，保持信息渠道多元化，这样不容易陷入单一观念的桎梏。理性并不敌视灵性，相反，清醒的头脑能帮你更好地探索内心世界，而不迷失在他人的迷魂阵里。以上这些途径都可以在不参加心灵课程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成长，而且它们可以相互配合，并不是孤立的。举例来说，你可以一边读书自学提升认知，一边每周冥想与跑步调节身心，必要时去咨询师那里做心理保养，同时参与社群活动丰富生活。这些努力叠加起来，
你的改变也许不会像心灵课程宣传的那样戏剧性、立竿见影，但几个月、几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踏踏实实地进步了许多。而且这中间每一步都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不是某个导师赋予的，因而更加可持续。当然，如果有人抱着娱乐体验的心态，纯粹想感受一下心灵课程的新奇氛围，也并非绝对不可以参与，但务必谨记，保留质疑，适可而止。在课程中保持一份清醒，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一旦察觉对方有夸大不实或强行控制的倾向，要勇敢地选择离开。正如专业心理人士所说的那样，请记得，你永远有离开的权利。你的心灵成长之路应由你自己掌舵，而不是交给一个陌生导师驱使。聊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人需不需要心灵课程？或许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希望经过前面的探讨，你能更加理性地看待心灵课程的利与弊。从积极面看，心灵课程迎合了人们自我提升的渴望，提供了一个短暂自我探索和情感释放的空间。有些人确实从中获得了启发和支持，但从消极面看，其中鱼龙混杂、虚假宣传、高额敛财、精神操控等问题层出不穷，轻则让人空欢喜交学费，重则导致心理创伤、倾家荡产。它并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是人人必须的心灵必修课。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路径，也许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地治愈所有伤痛，突破所有障碍，但慢就是快。通过日积月累的真实努力，我们一样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真正深刻的改变，往往不是某次狂热体验后的骤变，而是点点滴滴日常磨练下的蜕变。如果你正考虑报一个心灵课程，不妨先冷静三思，我到底在寻找什么？这个课程宣称提供的是不是有些听起来好的不太真实？我有没有更稳妥的其他选择？当你带着这些问题审视，你就不会轻易被包装迷惑。毕竟，连那些课程的大师自己也未必过得比你更通透呀。说到底，成长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心灵课程也好，别的方法也罢，都只是工具和途径。必要与否，要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以及是否保持自主和清醒。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追寻更丰盛人生的路上，少一些盲从，多一些理智，少一些幻想的捷径，多一些踏实的行动。如果想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心灵课程对人有帮助吗？你身边有类似的经历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故事，让我们一起讨论。毕竟，探讨这些问题本身也是我们集体成长的一部分嘛。